妍妍，别求他了。姐姐拔掉氧气管的时候，还在安慰我：“姐姐不治了，以后你为自己活一次。”监护仪拉成长鸣，我跪在病床边，哭得发不出声音。而手机另一端，周金玉的秘书正在笑：“江嫣，你现在过来给我跪下道歉，我可以考虑帮你批手术费。”随后，我听见丈夫冷淡的声音：“静雯说的对，这是你欠他的。”那一刻，我低头看见鲜血顺着腿一点点流下来。3个小时后，我打掉了周金玉的孩子。登机前，他给我发来一个红包。宋秘书不小心忘了你姐的手术费，这是给你的补偿，52块。这次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下次超过200块的消费，记得提前向宋秘书申请。30万不是小数目，你一句话就想让我给，你把公司的规矩当什么？怎么不回消息？江嫣，不要以为自己怀了我的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要你明天出面澄清，你姐抢救和宋秘书无关，晚做几天手术有什么大不了？我始终没理会。没过一会儿，手机狂响，我接了，那头立刻传来他压着火气的声音：“为什么没在家？这么晚你跑哪里去了？”接电话，江嫣。再不接电话，我让人把你那个白血病的姐姐撵出医院。无数条信息和电话都石沉大海后，周金玉不顾一切冲到疗养院，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抛下自己病重的姐姐。看着空荡荡的病房，他随手抓住一个护士：“这床的病人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他病危，家属打了1晚上电话都没凑齐抢救费，人已经死了。”话落，周金玉猛地一怔，脸色煞白。回想起那天在医院楼道里，我大着肚子那样哀求他不要挂电话。周金玉，借我30万，这个手术对我姐姐很重要，成功了她就能走路了。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？急用钱就找宋秘书，超过200块的私人支出，先找他审批，他还会不给你吗？从宋静雯手里拿钱，一如既往的难。30万不是小数目，姐姐，你没有清单，我怎么确认这笔钱真会用在手术上？这是医院预交费，清单要出院后才能开，医生说不能再等了。我不是怀疑你，只是以前见过有人虚报用途做假账。周总名声贵重，我总要替他把关。而且周总规定，超过200的私人支出都要上报给他。你先补医院证明，我再帮你上报。后来我补上证明，却迟迟未等到一款打电话去催时，他才像刚响起。哎呀，姐姐，我太忙了，所以忘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就这样，我的姐姐错过了肾源匹配，医生说那是她最后一次等到合适器官的机会。可因为钱没到账，姐姐唯一一次恢复健康的希望就这样没了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决定我要离婚。别作妖。我是在认真和你说话，我要离婚。就因为一点小事就嚷嚷离婚？你姐姐的治疗暂停是我同意的，和静雯无关，她只是执行命令。如果不是你前几天跑到公司闹事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刚刚我已经让人恢复治疗了，我很忙，没时间看你闹脾气。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见。周金玉脚步一顿，江嫣，拿离婚威胁我之前，先想清楚你现在靠谁生活。你姐姐后续治疗还要花钱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，别把自己闹到没有台阶下。说完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声音软了下去。静雯，不是你的错，规矩是我定的，他要怪就怪我。别哭了，明天带你去消费，想买什么都行。我听着他温柔哄他，小腹隐隐阵痛。这几天为了忙姐姐的事，我忘了产检。第二天，周金玉没来民政局，发出去的消息，等到12点才回。在陪静雯逛街，很忙。如果你真要离，直接走诉讼。我没回他，去了医院。姐姐躺在病床上，手指已经不太能动了。她明明只比我大5岁，却因长期治疗，整个人憔悴不已。她看见我，努力对我笑。妍妍，我不治了。我眼眶一下红了。姐，你别说这种话。爸妈走得早，我是姐姐一手养大的，明明她也只是个孩子，却打工给我赚学费，替我遮风挡雨。医生把我叫到走廊，情况不太乐观，不能再拖了，后续治疗费用你要尽快准备。我点头，把身上最后的婚戒卖了。店员验完货，只给了一个很低的价格。他说这枚戒指看着唬人，其实根本不值钱。刚拿到钱，我就刷到宋静雯的朋友圈，照片里她拎着几个奢侈品包包，站在商场镜面前笑得甜美，配文是：周总说我就是他面子，非要给我买这些。我看了很久，直到屏幕自动按下去。江女士，周总让我确认一下，你姐姐现在还有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？毕竟钱要花在值得的人身上，这笔费用
我得重新评估。我还没开口，周京玉已经从走廊尽头走来。静雯只是按我的意思断事，你有不满可以直接跟我说。他买包不用审批，我姐姐救命却要审批。他花的是我愿意给的，你要的是周太太名下的支出，性质不一样。想要钱就填申请，静雯审核通过，我自然会批。你还怀着孕，别总拿孩子陪你折腾。周京玉刚带宋静雯离开，一股猛地冲出病房。不好了，你姐姐病情恶化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在手术室外等了3个小时，医生才出来。她病情暂时屏住了，可后续药不能停。她现在的身体经不起折腾。我点头，喉咙干得发疼，用最后剩余的钱付了药费后，我下楼去给她买午餐，却在餐厅看见了周京玉和宋静雯。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宋静雯坐在她对面，桌上摆着精致的甜品。宋静雯先看见我，走上前来，笑得温顺。姐姐，你也在这里啊？周总说我最近整理项目资料辛苦，带我出来吃个便饭，都是工作需要，你千万别误会。原来花周总的钱，也不是每一笔都需要理由。你别阴阳怪气，这段时间静明工作完成得很好，我作为老板请他吃顿饭，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毕竟他替你把我卡得那么听话，是该奖励。他脸色沉了沉，我却没再看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医院时，姐姐已经睡着了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她受到凹陷的脸，心疼不已。晚上，我守在病房里，窗外突然亮了一下。谁这么大手笔啊？好像是周氏那边放的，听说是周总奖励秘书，真浪漫，老板也太宠了吧！我站在窗边，手指一点点量下去，他们在甜蜜，而我姐却在病床上，靠着仪器维持呼吸。我低头看手机，宋静雯的朋友圈刚好刷新出来，照片里她脖子上戴着一条钻石项链，在烟花光里亮得刺眼。我盯着那条项链看了很久，那是我曾经喜欢过的款式。上个月我在柜台前多看了几眼。周京玉只淡淡说：“这种东西要走审批，没必要。”原来不是没必要，只是给我的时候才需要审批。我看了很久，给宋静雯点了个赞。周京玉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。赞都点了就别撤回，不然别人看见会误会静雯。你再给他留个言，夸一下他最近工作认真，算是我们夫妻一起给的鼓励。我想了想，点开评论框打字：“宋秘书辛苦了，连周太太没资格碰的东西，你都替我带上了。”发完，我关掉手机。没一会，周京玉却打来电话。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条项链你也喜欢，我只是觉得周总一番心意不收不太好。你这样评论，大家以后会怎么看我？江嫣，你知不知道公司里已经有很多人误会他？你发这种话，以后让他怎么做人？那说明公司里也不全是傻子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酸？静雯靠能力走到今天不容易，你不工作靠我养着，还要羞辱一个认真做事的女人。我正要说话，可姐姐病房内监护仪警报器响了。我察觉不妙，立即冲进病房，一群医生正围在病床前。姐姐脸色惨白，氧气管掉在一旁。医生看见我，沉声道：“病人自己拔掉了氧气管，正在抢救。”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妍妍，别哭，我不治了，太痛苦了。姐姐刚才都听见你和景宇打电话了。别花钱了，不想再拖累你了。我不许你放弃，钱的事你别管，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。我颤抖着拨通周京玉的电话，响起的却是宋静雯的声音。又要钱？江嫣啊，刚才你在朋友圈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现在？你现在过来跪下磕头道歉，我或许还能考虑。静雯说的对，江嫣，这是你欠他的。江女士，请节哀。我脑袋瞬间空白，耳边只剩嗡嗡的鸣响。下一秒，小腹猛地传来一阵剧痛，我低头看见地上缓缓映出一片刺眼的红。你怀孕了！护士连忙上前扶住我，我麻木点头，眼前骤然一黑，彻底失去意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病床上，我虚弱出声：“我要打胎。”护士愣了一下：“要不要告诉家属一声？”我可笑地摇头：“我没有家属，我唯一的家属已经离开了。”手术结束后，我把手附在腹部，那里空荡荡的，再也不会有一个孩子了。护士走过来：“江女士，你做手术时手机一直在响。”我拿过手机，上面全是周京玉10几个的未接来电。紧接着一条消息弹出：“江嫣，我已经等了你5个小时，你再不过来，你姐姐的手术费就按流程驳回。”我看着那行字，心中只剩麻木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撑着身体下了床，把一个礼物寄给了周京玉，随后买了一张离开的机票。另一边，周京玉终于察觉不对时，已经是傍晚。他派人去医院找我，可还没得到消息，助理却匆匆忙忙的上来。周总，这是太太给您寄来的礼物。周京玉拆开礼物，看清的那一刻，脸上血色褪尽。
周京玉愣了很久，但很快他便冷笑出声：“江烟，这是你的恶作剧。”他猛地一拍桌子，额头青筋暴起。他从不信江烟会做到这种地步，这肯定是他为了逼自己妥协演的一出苦肉计。助理站在旁边不敢说话。宋静文听见动静，从休息室走出来，看到盒子里的东西，眼底飞快闪过一丝快意，很快又换上担忧的神情。周总，太太又在玩欲擒故纵的马戏了吗？她怎么可能真的脱胎啊？而且她姐姐还在医院，后续治疗不是还要靠你吗？她就是太知道我不会不管孩子，才敢这样闹。可太太现在情绪不稳定，要不要我去跟她解释一下，免得她又觉得是我在中间做了什么？不用。周京玉揉了揉眉心，她想冷静，就让她冷静。他说的笃定，可视线却忍不住又落回那个离婚协议上。周京玉心里莫名烦躁，他拿起手机，点开江烟的对话框，他安慰自己：他那么在意姐姐，怎么可能不管？只要我不去哄，他撑不了多久，就会自己回来。他转头吩咐助理查一下他现在在哪儿。是。助理立刻点头。宋静文站在一旁，小心翼翼开口：周总，太太如果回来，会不会更讨厌我？这件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。可她毕竟是你的太太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夫妻不和。周京玉没有接话，如果是以前，他会立刻安慰他，可今天他忽然觉得这句话有些刺耳。夫妻，他和江烟算什么夫妻？他甚至想不起自己上一次好好看他是什么时候。又等了几个小时，桌上的盒子像一根刺，扎得他坐立难安。他终于忍不住，又拨了江烟的号码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，再打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周京玉站起身，助理正好进来。医院那边有消息了，太太在医院。不是太太，是太太的姐姐，她已经去世了。周京玉赶到医院时，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。他一路走得很快，助理跟在后面，几乎追不上他。可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，他却猛地停住了。病床空了，床单被收拾得很平整，床头柜上什么都没有，仿佛这里从来没有住过人。周京玉站在门口，喉结滚了滚。护士正好从旁边经过，看见他，脚步顿了顿。你是江女士的家属？周京玉几乎是下意识开口。我是她丈夫。护士看他的眼神一下变得复杂。她姐姐的后事，江女士已经一个人处理完了。她走的时候脸色很差，我们劝她多休息一会儿，她没听。周京玉指尖一僵。她去哪儿了？她没有说。周京玉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拿出手机，又给江烟打电话，依旧是关机。那冰冷的提示音一遍遍传来，像是在提醒他，江烟是真的不想再接他的电话了。他忽然想起从前，无论他多晚回家，江烟都会等他，无论他说话多难听，只要他给他一点好脸色，他就会红着眼睛说没关系。所以他一直以为他不会走，他怀着他的孩子，姐姐还需要钱治病，他怎么可能真的离开他？可现在病房空了，他姐姐也不在了，江烟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会让他回头的人没了。周京玉胸口像被什么狠狠压住，连呼吸都开始发疼。他猛地回头，查，马上查他的航班、车票、酒店。周总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。快一点儿！她还怀着孕，身体不好，不可能一个人走太远。话说出口，他自己却先怔住了。怀孕，万一那个宝宝是真的呢？他姐姐已经去世了，万一他真的去堕胎了呢？周京玉闭了闭眼，掌心一点点攥紧。就在这时，宋静文匆匆赶来，她眼眶通红，像是哭过。周总，我刚知道消息，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太太为什么这么冲动呢？她要是真的需要钱，明明可以好好说，为什么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？周京玉抬眼看他，那眼很冷。宋静文脚步一顿，她从前只要一哭，周京玉就会护着她，可这一次她没有。宋静文慌了，声音更轻：周总，我不是怪她，我只是觉得她太不懂事了。姐姐病成那样，她还到处赌气离开，万一孩子也出事。走廊尽头，医生拿着病历走过来，他看了看周京玉，又看了看宋静文。哪位是江女士的家属？我是。周京玉立刻上前，医生皱了下眉，语气有些迟疑。既然你是他家属，那有件事你应该知道。医生翻开病历，声音平静，却像刀一样落下。江女士离开医院前已经做过终止妊娠手术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先找到了医院门口的监控。周总，医院不肯给。
什么意思？监控里涉及其他病人和家属，医院说私人不能直接调，就算您是太太的丈夫，也得按程序来。他不甘心地望了一眼监控，又追问道：“一点东西都没问出来。护士只知道太太办完她姐姐的后事以后，一个人走了，去哪儿没人知道。你是她老公，你们是在找刚才这个女孩？你见过她？见过，脸白的吓人，走路都不太稳，还拖着个行李箱。我看她那样，还问了一句要不要帮忙，她说不用。后来自己拦了辆出租车。车往哪儿去了？我听见她说去机场。空气瞬间安静，他猛地转向助理。机场，我们现在就去机场。助理立刻转身，周京玉却站在原地停了一瞬，直到现在，他才真正意识到江烟是真的走了。今天她来过这里，我要知道她坐了哪一班飞机。先生，请问您是？她丈夫。她刚做完手术，身体不好，我现在联系不上她。如果您担心旅客的人身安全，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和相关情况，我们会按照流程协助转达。我问的是她去了哪里。抱歉，具体乘机信息涉及个人隐私，我们不能直接提供给您。我是她丈夫。我理解，但如果需要查询，请提供本人授权，或由治安机关、法院依法调度。周京玉不甘心的又一次拨打了我的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周总，我们在想别的办法。周京玉没有理他，隔着机场巨大的落地玻璃，他看见远处一架飞机缓缓滑向跑道。过去江烟去哪里都会告诉他，当时他嫌烦。这些小事不用跟我汇报。如今他真的不说了，他却连他坐上了哪一架飞机都不知道。手机呢？号码还是关机，定位拿不到，通话记录呢？也一样。我已经找人问过了，私人关系不能直接调这些东西，没有正规手续，对方不会给。号到3号柜台办理。您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消耗。工作人员抬头提醒我，这个号码用了挺久吧？女士，号码注销以后就不能继续正常使用了，您确定要办理吗？手机屏幕又亮了，周京玉，他还在打。要不您先接一下，万一有什么急事。急事？姐姐等着救命钱的时候，我打过多少个电话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如今终于轮到他着急了，我关掉手机。我确定注销，那麻烦您做一下身份验证。确认，签字，再次确认。最后一道页面弹出来时，工作人员问：“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”我坚定的摇头：“不用了。”注销成功。原来真正决定不再等一个人的时候，连告别都不需要。这一次，周京玉再也不能通过一个电话把我叫回去了。另一边，周京玉又一次拨号，熟悉的台词却变了。拨打的号码已停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。他猛地起身。停机？他怎么会停机？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的机主信息。还有江烟最后办理的业务记录。先生，抱歉，涉及客户个人隐私，营业厅不能随意查询和透露。我是江烟的丈夫，我找江烟有急事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先生，就算是家属，如果没有机主本人的授权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，营业厅依法也不能提供这些信息。让你们经理出来。先生，这是硬性规定，经理来也是一样的，请您。该死！周总，去哪儿？报警。他离开之前有没有说过要伤害自己？没有。有没有人强行把他带走？没有。有没有留下求救信息？没有。从目前情况看，他是自己离开的，对吗？他刚做完手术。他姐姐刚去世，他身体很差。这些情况我们会考虑。找到他以后，能否告诉我地址？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他是否安全。至于他愿不愿意见您，是另一回事。我是她丈夫，他也是一个成年人，成年人的去留不是由另一半决定的。1年后，我在另一个城市重新生活。我换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，工资不算高，但每个月按时到账，房租、水电、饭钱都由我自己安排。我租了一间朝南的小房子，房子不大，阳台只能放下一张小桌和2盆绿植。可每天早上，阳光会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，
落在地板上，安静的像一场迟来的补偿。我很喜欢那里。从前在周家，我住的是大房子，衣柜里挂满昂贵的衣服，餐桌上永远有精致的晚餐，可那些都不像是属于我的。每一笔开销都要经过别人点头，每一次求助都要被审视用途。我像住在一只漂亮的笼子里。如今这间小房子很普通，楼下晚上会有孩子吵闹，隔壁阿姨做饭时油烟味偶尔会飘进来，可门是我自己关的，灯是我自己开的，冰箱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。我终于不用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要花这笔钱，也不用等谁施舍一点迟来的怜悯。姐姐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睡不好。我常常梦见她躺在病床上，伸手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嫣嫣，别怕。”醒来时，枕头总是湿的。后来我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做，上班、加班、学做饭、整理房间。周末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会坐很久的公交去江边散步。我把日子切成很小的一块一块，今天按时吃饭，明天记得浇花，后天发工资，给自己买一件不贵但喜欢的衣服。就这样，我一点点活了下来。我以为周京玉永远不会再找到我，或者说，即便他找到，我也已经不在乎了。直到那天下班，天色刚暗，写字楼门口人来人往，我抱着文件袋走出公司，正低头看手机里的公交到站时间，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江嫣。那声音太熟悉了，熟悉到即便隔了1年，仍旧能轻易撕开我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。我抬头，周京玉站在路边，他瘦了很多，从前永远熨贴平整的西装，如今穿在身上竟显出几分空荡，眼下有很重的青色，下颌线也比记忆里更锋利。他看着我，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躲，也没有逃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。周京玉往前走了一步，声音很哑：“嫣嫣。”我皱了皱眉，这个称呼从前只有姐姐会叫我，从她口中说出来，只让我觉得陌生。她像是也察觉到了我的抗拒，脚步停住，喉结滚了滚。对不起。我没有说话，她站在我面前，像是在心里练过很多遍，可真正见到我时，还是只剩下干涩的几个字。这1年，我一直在找你。我知道以前是我错了，你姐姐的事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孩子的事，也是我对不起你。他说到这里，眼眶竟有些红。如果是1年前，我或许会因为他这点迟来的狼狈心软，可现在我只是觉得累。来往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，很快又离开。我把文件袋换到另一只手里，问他：“说完了吗？”周京玉脸色一白：“江嫣，我不是来逼你的，我只是想补偿你。以后你不用再为钱低头了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。房子、股份、存款，或者你想重新开一家公司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你姐姐当初没来得及做完的治疗，我也已经查过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用她的名字设立医疗基金，帮助和她一样的人。”他看着我，眼里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期待。我听着，忽然觉得很荒唐。从前我求他30万，我求得那样卑微，在医院走廊里握着手机，连声音都是抖的。那时候姐姐还活着，孩子也还在，我只要他帮我一次。可他让我去找宋静文，让我填申请，让我走审批。后来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却站在这里，轻描淡写地告诉我，房子、股份、基金，他都可以给。我低头笑了一下，周京玉像是被我的笑刺到，声音更轻：“江嫣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你怪我应该的。你想怎么骂我都可以，想让我怎么赎罪都可以。我不会再让宋静文插手我们的事。我已经让他离开核心岗位了，以后家里的钱都由你管。”他说得很认真，仿佛只要把钱交出来，就能把过去所有伤害抹平。我抬头看他：“周京玉，你到现在还是不明白，真正让我死心的，不是你不给钱。”他眼睫颤了颤：“那是什么？”“是你让我去找宋静文审批。”风从街角吹过来，带着一点凉意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的连自己都意外：“我姐姐躺在医院里，医生说不能再拖，我怀着孕，手里没有钱，只能给你打电话。你是我的丈夫，可你让我去找你的秘书。”周京玉唇色一点点白下去。我继续说：“我每一次开口，都要把自己的难堪摊在宋静文面前。我要解释钱用在哪里，要补证明，要等他上报。他可以决定我姐姐的药能不能续上，可以决定我能不能拿到救命的钱。而你呢？你明知道这些，
却觉得那是规矩。周京玉艰难开口：“我那时不知道他会……你知道。”我打断他，他猛地僵住。你只是觉得不重要。我声音很轻。周京玉，你不在乎我难不难看，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求人。你甚至不在乎我姐姐是不是会因为这点耽误而出事。你只是觉得我是你的妻子，就该听话。你把我的生死难处交给另一个女人去审批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在你那里就不是妻子了，我是一个需要层层深情才配得到你一点施舍的外人。天黑了下来，周京玉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尽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忽然想起那份表格，宋静文递给我时，笑得温柔又得意。周京玉站在他身后说：“想要钱就填申请，静文审核通过，我自然会批。”那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我曾经那么爱他，爱到愿意放弃工作，愿意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周太太，愿意把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他身边。可他却亲手教会我，没有尊严的爱比贫穷更可怕。周京玉眼眶红了，声音几乎发颤：“江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现在才明白那时候你有多难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不会再让你受这种委屈。”我摇头：“太晚了。”他上前一步：“不晚。”我后退半步，避开他伸来的手，他的手僵在半空。我看着那只手，从前我很希望他能牵我一次，在我被宋静文为难的时候，在我站在医院缴费窗口无助的时候，在姐姐病危的时候，可他一次都没有。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周京玉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这种日子哪里好？你住那么小的房子，挤公交，吃便利店的饭，加班到这么晚。可这些都是我自己选的。他愣住。我住小房子，是因为我付得起房租；我挤公交，是因为我愿意等；我吃什么买什么都不需要向谁申请。我再也不用看宋静文的脸色，也不用等你大发慈悲。你觉得这不好，可对我来说，这就是自由。周京玉的眼神一点点碎开，很久，他低声问：“那我呢？”我看着他：“你也是我自由里必须丢掉的那一部分。”他的身体晃了一下，我不再看他，绕过他往公交站走，身后传来他压抑的声音：“江烟，我不会放弃的。”我脚步没有停：“随便你。”公交车正好进站，我上车，刷卡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子开动时，我看见周京玉还站在原地，街边的灯落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收回视线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同事发来的消息，问我明天早会的资料有没有带。我回复：“带了。”然后把手机放回包里。窗外的城市灯火流动，我靠着椅背，慢慢吐出一口气。那颗曾经一听到周京玉名字就会疼的心，终于没有再剧烈跳动。我以为自己会恨他，可原来有一天连恨也会淡下去。另一边，宋静文坐在周京玉曾经为他安排的公寓里，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那是别人发给他的。照片里，周京玉站在一栋陌生写字楼下，正低声和我说话。他看我的眼神是宋静文从没见过的狼狈和执着。宋静文手指死死攥紧手机，屏幕按下去时，映出他苍白又扭曲的脸。他以为江烟走了，一切就都会属于他。可1年过去，周京玉没有娶她，也没有再像从前那样纵容她。如今，他甚至亲自去找江烟。宋静文咬紧牙关，眼底一点点浮起怨恨。他不能让江烟回来，也不能让自己失去最后的筹码。很久后，他拨通了一个电话：“帮我查一下，江烟现在住在哪里？”第二天下午，宋静文来了我公司，前台打电话上来时说有位宋小姐找我。我走到会客区，看见她坐在沙发上，妆容精致，手边放着一个包装漂亮的纸袋。1年不见，她还是那副柔弱无害的样子。看见我，她立刻站起来，眼眶微红：“江女士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旁边已经有同事看了过来，这里不方便谈私事。”宋静文却像没听见，声音更轻也更清晰：“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误会了你和周总的关系，我真不知道你们还没有正式离婚。”同事们的目光瞬间变了，有人低声议论。我看着他：“宋静文，你不用演。”他脸色一白，眼泪立刻掉下来：“江女士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我都已经来低头了。”他拿起礼物，把纸袋递给我：“这是我陪你的礼物，
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容易，也知道周总最近一直在找你，可感情的事总要讲先来后到吧。这句话落下，周围彻底安静了。我终于明白他今天来的目的，他不是来道歉，他是来把我定成一个插足别人感情、靠男人翻身的女人。我没有接他的东西，带着你的礼物离开。宋静文咬着唇，忽然压低声音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音量说：江烟，你以为周总找你就是还爱你吗？他不过是愧疚，等这点愧疚过去，你还是会被丢下。他不过是愧疚，等这点愧疚过去，你还是会被丢下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荒唐。那你应该去找他，不该来找我。他眼神一狠，下一秒忽然抓住我的手腕，我皱眉甩开，动作并不重，可他却像被狠狠推了一把，整个人踉跄着撞到茶几边，跌坐在地上。同事们惊呼出声。宋静文捂着手臂，眼泪汹涌。江女士，我只是想道歉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站在原地，连解释的欲望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电梯门开了，周京玉大步走来，他看见坐在地上的宋静文，几乎是本能的上前扶住她。静文，你怎么样？宋静文靠在他怀里，哭得发抖。周总，不怪江女士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没有疼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。原来有些习惯真的很难改，哪怕隔了1年，他的第一反应依旧是护住宋静文。周京玉抬头看我，眼神复杂。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可我不想解释，也不想再像从前一样一遍遍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们2个人的事，不要再拖我下水。我说完，转身就要走。公司主管快步赶来，脸色疑惑。江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宋静文哭着说：我真的只是来道歉。周京玉忽然抬头看向天花板角落，那里有监控。他脸色一变。调监控。宋静文哭声顿住。周总，调监控。几分钟后，视频在会议室里播放，画面里宋静文主动靠近，抓住我的手腕，又在我甩开他后自己往后倒去，每一个动作都清清楚楚。会议室里安静的可怕。宋静文脸色惨白，嘴唇抖着。不是这样的，周总，我只是……周京玉看着他，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这个人。以前也是这样吗？宋静文猛地僵住，他声音很低，却压着怒意。江烟每一次说你为难他，每一次说你卡他的钱，每一次说你故意羞辱他，也是这样吗？宋静文哭着摇头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周京玉闭了闭眼，在睁开时，他眼底只剩冰冷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回公司了。宋静文脸色骤变。周总，你借职务便利拿走的所有东西，财务会一笔笔核算。他看向助理，查清楚，该追回的全部追回，该追责的也不用留情。宋静文彻底慌了，扑过去抓他的袖子。周总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周京玉甩开他的手，随后他转身看向我，那一刻他眼里竟带着几分小心翼翼，像是终于替我出了一口气，就能换回一点什么。江烟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看着他，平静道：不用。他怔住，我说：你惩罚他和我没有关系。离婚案开庭那天，天气很好，我到法院门口时，周京玉已经等在那里。1年多不见，他比上次见面时更瘦，西装穿得一丝不苟，手里却攥着一份厚厚的文件，指节用力到发白。他看见我，立刻走过来。江烟，我停下脚步，他把文件递到我面前，声音低哑：这是新的财产分割方案，房子、股份、存款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愿意再考虑一次。我没有接。周京玉，我今天来只是为了结束这段婚姻。他的眼神暗了下去。庭审很顺利，他没有再像从前那样冷漠强势，也没有用周家的身份压人。律师念到财产部分时，他几次开口，想把更多东西划到我名下，我只要了属于我的那部分，不多也不少。周京玉终于忍不住看向我：江烟，你非要和我分得这么清吗？我平静道：我们本来就该分清。他像是被这句话刺到，沉默了很久。轮到他陈述时，他站在那里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他说他曾经把我的忍让当成理所当然，他说他以为我每一次求助都是在闹，
是在逼她低头。她说她把我的难堪交给宋静文审判，把姐姐的命当成一笔需要审批的支出。她说到最后眼眶通红。江烟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太晚了。我垂着眼没有回应。是太晚了，姐姐不会回来，那个没来得出生的孩子也不会回来。我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丈夫的手，而是一张申请表，所以她的承认已经没有意义。签字时我的手很稳，笔尖落在纸上，最后一笔收住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有种很轻的感觉，像压在胸口多年的石头终于被一点点搬开。走出法院时，阳光落在台阶上，明亮的有些刺眼。周京玉追出来，站在我身后。江烟，我没有回头，他声音发颤。以后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找我。我停了停，只说不用了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这一次我没有哭，也没有回头，身后的脚步声始终没有跟上来。我知道周京玉就站在那里，看着我离开。或许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终于明白，有些人不是等不到，而是被他亲手推远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下午我去了墓园，姐姐的墓前很干净，我把带来的花放下，又用纸巾擦了擦碑上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姐姐还很年轻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小时候每一次牵着我回家那样温柔。我蹲在她面前，轻声说：姐，我离婚了。风吹过树梢，叶子沙沙作响。我摸着墓碑，眼眶慢慢热起来，却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也不会再有人拿你威胁我。我终于自由了。我坐了很久，和他说了很多话，说我现在住的小房子有阳光，说我学会了做饭，说我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好。最后离开前，我轻轻碰了碰他的照片。姐，以后我会好好活。